我们两个在一起2年多了，刚开始的时候都觉得挺合适的。他呢是个特别老实本分的人，但是呢，他是各方面条件吧都不是很好。后来我觉得他不把我当男人看，什么重活累活都让我干，还不能有任何的怨言。你说这一个男人，你物质上不行，那你说你精神上再不给我点安慰，那我干嘛呀我呀？我觉得他对我好，那都是天经地义的，就是应该的。让我最不能容忍的是，他不承认我的身份，在朋友面前不说我是他男朋友，我是一心一意和他过日子，他这样完全看不起我。你对我的轻视让我伤透了自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掌声，请他们自己来说说吧。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老常46岁，来自河南，是一名工人；女主人公雅姐43岁，来自黑龙江，是一名职员。来，有请两位。小片里雅姐说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，是吧？是的。您呢？我也是离异的。两个人认识2年了，小片里说是吧？当时认识的时候是怎么认识的呀？当时我这婚姻失败了嘛，我家境也不好，我就来北京打工，在一个厂里上班，平时经常放假呀、休息啊，就想做个零活，我就上家政公司找，结果我到那边我就接触了他是主管的，给我留下了联系方式。这个一来二去，我们通话多了。发现他也是单身，我也是单身。一个女人家里边可能有的事情她干不了，往他那边跑，给他帮忙，就慢慢的，他对我有好感，就接纳了。你就假公济私了呗，没给别人家干成小时工，干成你们家的小时工了呗。我说你先到我那试试，看看你合不合格。怎么样啊？对内呢，我和他呢就是处的呢还不错嘛，接触一段时间。可是对外吧，就是还没有公开。对外我跟你说，主持人，他从来不承认我的身份啊。有时呀，他说我是个维修工啊，有时说我是他表哥，从来不肯承认我是他的。不是他跟什么人说你是维修工啊？有一次那个他家里突然停电，我在厂里，他打电话，让我马上过来。我过来搬着凳子到外边去想检查，他也在外边。刚好那个邻居从这边经过，打招呼，问怎么回事？他说我家里突然停电了，我找个维修工。我和他去逛超市碰到他的朋友了，他的朋友就问我，这是什么人啊？他说我是他表哥，买个东西去看老人。我和你相处这么多，我一心一意和你过日子，一会儿说我是维修工，一会儿说我是表哥，你说委屈不委屈啊？你现在已经跟他过日子了是吧？就是我在厂里住着，在职工宿舍，我经常去他家里，在他家里干个家务活。那您给他干活收钱吗？不收钱。说实话，他的条件这么好又漂亮，我能和他在一块，我也觉得特别的兴奋，也巴不得去他家里帮干活。那在我这外人看，您不就是人家免费的小时工吗？不是，是这样的，因为我这条件嘛，各方面还都不错吧。周围的朋友邻居呢，给我介绍对象，那条件都非常好，我都没有同意。你说现在他这样的，要长相没长相，要个没个要条件，你说我要真介绍，你不笑话死我呀？那你就跟人直接说嘛。这不就是暂时的吗？没公开吗？大哥，你拉过他手吗？我拉过，你们拥抱过吗？肯定拥抱过，你跟谈朋友嘛，我们都是过来人啊。行，那就是男朋友吧？对于我来说是，但对外我确实还没有公开。我觉得他在欺骗我，让我跟他家做杂物啊！我对他这么好，你看自从我们接触之后他家里什么重活累活。欺骗你了？你给我做事，我还没跟你要培训费呢。我给你打工，我该要费用的啊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不是，你们俩到底是这个打工的关系还是情侣关系？因为我这曾经有过一次这个婚姻嘛，前的老公嘛，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不错，而且比较有优势，所以我觉得吧，我要再一次婚姻就是比较慎重嘛，就是想找一个比较老实了、可靠本分的这样的。这人怎么样？就像他这样的吧。那就宣布了，就说这是我男朋友不得了吗？但是吧，他很令我失望的。特别失望。每次到他家里，什么苦活累活都是我干。你问他，从我们接触之后，他洗过一次衣服没有？都是我洗，做饭洗锅，他从来不沾手。你说我这忙啊，这工作特忙。不是你没他的时候，衣服谁给洗啊？我以前也雇过钟点工。这个反正就不花钱了呗。
那倒不所以说是。他就在欺骗我，把我当成佣人啊。不是我用你这人吧，就他用习惯了啊这人就特小心眼儿，你知道吧？特我纠怎么小心结。眼了？你说我把我的工资卡呀，包括我打零工挣钱，我全交给你，我一心一意和你过日子。不是你们不知道，就他那卡吧，搁我这儿我这儿，实际就是一种形式。那卡上有多少钱呢？他根本的工作都不稳定，基本上都是我经济方面都是我来那承担。不管多少钱，那是我的心意啊，对不对？那您怎么个意思啊？那就把人卡还给人家，跟人说拜拜呗，反正人也不好。不是卡还给他，因为有一次吧，他不知什么原因，这家里吧就突然缺了1000来块钱，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招贼了还是怎么的，所以我就要报警的。你这个人呀、就是你拿人钱了是吧，老常？我什么拿人钱是这么回事啊？那一次我的同事啊说他儿子结婚，让我去那个婚礼，当时我急啊，我身上也没那么多钱，我不去吧也不好意思，我就赶快回去。他没在家，我给他打电话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没接，我就在抽屉拿了他500-600块钱。婚宴吃一半的时候，他打个电话，哎说你赶快回来，家里招贼了啊，我的钱不见了。哎，我就说，哎呀，那个是我拿的，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，就这不行，他就是一个劲的吵，说话越难听，说我现在啊长本事了，会偷他的钱了，怎么回事啊？那桌上的人啊都笑话我，搞得我不是，那你这人脑子怎么就这么糟啊呢？电话打不通，你不会打个信息，留个当时不是字条来不及吗？那你说我把卡什么的，我的一切都交给你，我拿着几百块钱，我觉得也就是人家把人都给。给你了，他要跟我明着要吧，我多少钱我都能给他。关键他这没跟我打招呼，那我当给你打然紧电话你不是张了。没接吗？对不对？回去他还是一个劲的说我怎么样，不听他话了，说我现在脂肪长硬了，怎么回事？我说已经2年多了，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小的问题，不值得这样。你看我把卡都交给你，一说卡他更火了，就你那点钱啊，我看不起，啪，他不用剪刀给我缴了。你说你这捡的是卡，但是你捡的是我的心啊，对不对？他就是看不起我啊。就是你那点钱，你说你就留着算了，我还要它干嘛呀？你自己都养不了自己，你还得吃我的喝我的，这所有的费用都是我的，你别在这装了。那次买菜的时候，他突然打电话说：“哎，我今天想吃酸菜。”那我就在超市里给他找，我找了几圈找不到，我买了别的菜回去。到家里他一看没有这个酸菜啊，他就冲我发火，说买不了酸菜你就别进门。你根本心里就没有我，这么大北京，我就不信你就买不到一袋酸我怎么不在乎菜，你啊根本就不诚心。我跟你说，心里你就没有我。你听听，我怎么不在乎？你说让我出去，我不是出去吗？我花了2-3个小时，跑了几个我都怀菜市场疑你是装老是装的，你知道吧？好了，明白了。这个核实一件事情啊，说你要参加聚会的话，还花钱雇人做男朋友，都不带他是吗？我不是不带他，你说这你是各方面花钱条件都不雇过男朋友成熟吗？因为我能带出去吗？就你说现场的观众，现在你就说我俩般配吗？好从外形上那，不拜不你找生意干嘛呢啊？那个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你们觉得谁配不上谁？觉得这个老常配不上雅姐的呢，咱们选支持；觉得雅姐配不上老常的呢，咱选反对。来，各位请表决。你们摁错了吧？怎么你们会觉得说雅姐配不上老常呢？没有。哦，老常，这个现场有77.77%的观众朋友觉得你女朋友配不上你。这其实我觉得吧，我没公开对内吧，他已经够恩赐他的了，对不对？你说你现在要求还高了，今天你也挺荣幸的，这在场观众不少了，都知道了。这不都知道你是我男朋友了吗？这个观众说他配不上，那是说明他这个人啊脾气不好啊，没有这个人好。但是从外表上，我觉得我还是配不上他。那你还哪那么多怨言和怨气呢？对对对，我怎么怨气了？我干家务都干行了，什么老常你别说了啊！所以人家说嘛，男人色字头上一把刀啊。你听听老师们怎么给你们断吧。丘比特问卷。哎，我觉得特别奇怪，就是雅姐是吧？她在全场70%多的人都认为她配不上男方的时候，她依然保持了自信。她刚才这个动作是这样，你是为什么这样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大家吧都是比较看好我，觉得呢我不承认他对外是正确的，因为您你知道吧？那理解力还有点问题了，雅姐。都在地下情，为什么呀？啊，因为呢，他有他的原因呢，对吧？他有他的苦衷。您没听明白那个选项的结果，是大家觉得你配不上他，你明白吗？
是吧？那对呀，因为你看我这个儿，我这长相，我这工作，我各方面哪儿不比他优越呀？那对呀，大家没错啊，所以我要赞成啊。就是我很清晰你见过自信的，没见过这么自信啊！说实话，我倒不觉得他自信，我觉得您挺自卑的。虽然口口声声说他配不上我，我跟他在一块儿就算给他脸了，但是您内心很自卑。如果你不自卑的话，你不会不好意思把这个男人带给其他人见面。为什么有这种自卑？是因为刚才说的前一段失败的婚姻，您的前夫把您甩了，您这个心理阴影没调节出来。我的前夫不是把我甩了，而是我不要他的。为什么不要他？因为他出轨了，所以我要捍卫我自己的权利。我说的就是这个。虽然是您甩了他，您说的很对，但是是他出轨了，他不忠于你们之间的情感。对，实际上从内心里您会觉得是自己被背叛，对，自己被甩，所以我要找一个老实的。对，您的那种心理需求是自卑，你没走出来那段婚姻的失败，对，没有安全感，不可靠了。所以这个是可靠的男人。但是为什么不让一个可靠的男人光明正大的在你身边站着呢？因为刚才他气着我嘛，你看当着这么多观众，他这奚落我，那你在家里是怎么欺欺负我的啊？你这在家里说我这看到你啊种？女人，她都得高高的，这高在这看着我，都得仰视。我跟您说吧，我觉得老常可有意思。你是因为自己说受不了这份罪了，所以今天想来说个清楚，是吧？我现在受不了他，我看他脾气啊，他的脾气现在特别不好，包括他的现在他总是不肯承认我的身份啊。老常，马老师问你说，如果这女人嫁给你，娶还是不娶？我现在不娶她，就现在她就嫁你我不娶她，我坚决不娶她。啊？你确定吗不？会嫁给他。受不了他，那你走吧，咱不扯了。老常，长工不当了。但是他现在他也不答应让我走啊，不愿意和我分手啊。咱说点实话啊，你舍不得，你找了一个看上去比自己很强的女人，自己也有面子，她是自卑，你是虚荣。你说起来好像自己全都是苦，在这儿来倒苦水来了。其实你很享受这种受苦，因为你觉得我找了这样的女人，我挺有面子的。我觉得今天就最简单的，你也舍不得走，他也不肯放手，对不对？你就问他一个问题，最后一个问题就完了。你是以后叫我老常，还是叫我老公？给个痛快话。问，现在就问，我现在都不问，现在就问。不用问了，我什么都不想叫，我就想叫他钟点工。他就是把我当成钟点工。叫你走你就走啊，你怎么这么痛快呀？一点个性都没有。雅姐，他有什么不好的呀？还真不是他差到见不得光，而是你心里阴暗的亮不起来。也许跟你之前的感情经历或者说伤害有关，但是那已经成为过去了。你现在不能再活在梦里，或者说活在过去。身边有这么一个好的男人，可你只享受着被爱，同时你还在虐他，你在践踏他对你的爱，同时也践踏了他的尊严。没有，你做的就是这样，编织一个又一个的谎言，你把自己编进去了，你这叫作茧自缚。打开自己的心扉，让自己阳光起来，好不好？所以但是我不是不接受他吗？你接受，你要给他一个职称嘛。你是怎么接受我的？你对外你要勇敢的去说，这是我男朋友。不是，现在他不是试用期内吗？我这一天付出的也不少呀。但是最关键的不是这个，或者我们理解成你还在骑着他找着你的白马王子呢。没有西瓜，那就捡个芝麻呗。那你觉得他是芝麻是吗？芝麻怎么了？芝麻小，那它也是有营养的东西、啊。我高度怀疑，在老常在家里给你洗衣服的时候，你在外面光鲜的去找你的西瓜呢。那暂时肯定没有合适的，对吧？没有合适的，你那我也是看凭什么让他老师本给你免分了费的吗工作，同时你还收他的卡呀？你凭什么呀？那卡不是我收的，我不是我要的，是他要给我的。那不是代表我的心吗？他觉得可以把这个人把爱都给你了，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把那卡给剪了。对，当时那不是生气吗？你要真看不上他，你就痛痛快快的跟他说一句。那这女人不都是有小脾气吗？那就这点他都承受不了，那他还是男人吗？不好意思，你要作为男人的话，这种小脾气咱不受了，好不好？老常，如果这个没有一个时间线，还要这么往下走的话，您就找自己的媳妇儿去。一个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一个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。
虽然我们看上去雅姐很可恨，但其实她内心也受过伤害，她也是个可怜之人。但就你今天这副无情无义的样子，你被前夫抛弃那是活该呀。我觉得我一个女人很自立的，我一个人在外面打拼能做到这样，心里我觉得痛不痛，挺强大的。只有你自己知道。痛但是最可恶的人就是把自己曾经受到的伤害再转嫁给别人，这种行为很可恶。我有点搞不明白，前夫对你不好你伤心，现在的男人对你好你又要伤害别人。也不是，我想了半天，我如果不接受他，我不可能跟他处2年。我想了半天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后来我想明白了，就这种人呢，他只想被爱，不想爱人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，所以就是个极其自私的人。我不承认，我反对。对啊，你反对可以没关系，我本来也没想跟你说话。老常，你错在一个什么问题上啊？你错就错在你总是认为还有明天，你总是认为冰山可以融化，石头可以捂热，但是你要是对狼心狗肺掏心掏肺，我只能说你没心没肺。我只告诉你一句话，如果你对他的爱是有去无回，对方只是对你冷漠，你还可以等上3年。如果你对他的爱只是被他肆意践踏的话，你要做的就是拔腿就走，头也不回，就这样。我今天就是想和他分手的，那就走吧，说什么呢？跟你说，我还是稀罕你呢。就你这样的男人，大街上一抓一把。这个两位先冷静一下啊。说句实话，你在内心里面是怎么来评判老常这个人的？觉得他这个比较忠厚嘛，人，也比较老实，比较靠谱吧。就是说，因为我这经济条件吧，各方面还可以，所以呢，他就是在经济方面，我不是很要求他。其实这长相呢，我也不是特别在意，因为我就看中他这些别的男人身上没有的优点。但是你又觉得这个东西，可是时间如果他要再有点其他的会更好，是吗？那当然了，可是事事不能求全呐。啊，你心里面还是想跟他好。但是吧，现在我好像不能接受他了。好，明白。因为他这人有他的小算盘，我发现了，他并不是那种任劳任怨的。老常，我觉得你应该还是哪儿来哪儿去吧。男人爱一个女人，付出是应该的，但得到的呢，得是公平的。冷静点，46了，青春快没有了，在情感上哪儿来哪儿去吧。我也同意张老师的那个意见哈。我觉得你们的爱情基础是太扎实，女方要的东西那种爱，可能他给不了。对，他要的东西呢，可能有的时候你能给他，所以他才依依不舍，很留念你。但是呢，你的需求，我估计他可能这一辈子都给不了你。那么你是不是愿意还会跟他好？我也明白，他就是在利用我，想让我继续为他服务。我现在就是觉得他从来不给我做男人的尊严，我只希望他老常啊，我比较担心的是你不愿意离开他，你还口捧说要人离开别人。其实陈老师刚才说那句话特别对，老常要的他能给，他要的老常给不了。你心里还有他吗？我说现在。那我要说一点没有，你会信吗？既然你心里有人家，你为什么不好好待人家呢？我没不好好待他呀，他就是什么呢？对我是一个误解嘛。因为我就是缺点就是脾气不好，因为你知道外面工作压力挺大的。我最看不惯你的是哪一点？就是对爱的肆意践踏。你脾气暴躁也好，你吝啬也好，这都是你的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。但是你自己找个男人去假扮自己男朋友，把人家扔在一边，这就是对爱肆意的践踏。我没有践踏他呀。你找个男人去假扮自己的男朋友去参加所谓的婚礼，去羞辱别人，你不是对别人的践踏吗？这是不是事实？这不也很正常吗？那我就无话可说了。我俩不是没公开吗？那我找谁去？这不是我的自由吗？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，面对情感是坦诚的一个女性。有一些人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有他的不得已，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不得已，但是你确实像涂老师说的那样，做了很多伤害他的事情。你到底是不知道怎么拿捏这段感情，所以犯了这一系列的错误呢？还是说，其实我知道，我就是要这么折磨他？
我觉得哪一种都不是，我觉得我给他机会了，我也是说想跟他有一个这个好的那个结局，好的发展，因为都这年龄段了嘛，我也是经过这个考虑的，对吧？我只建议一点，可是他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只建议一点，把你们2年的情感理性的处理，到哪一步我们该做什么，理性的处理，不是那么冲动。我对他已经忍够了，我知道，我没有留你，一定要留你下来呀。别那么冲动了，常。主持人可以听听我的意见吗？可以。您刚才误解，我也不想说再跟他恢复以前的这个状态了。但是我觉得呢，就是说我们毕竟呢相识一场。咱们这样，咱们没有不做男女朋友，可以做普通朋友。做什么朋友那是你们自己的自由。我只想给你们俩一个温和而体面的结局。来，还有话跟他说吗？没有。还有话跟他说吗？那他没有，我更没有了。好，我该说已经说了。好了，2位请回到转门那儿去，请回去。来，请关门。本来还有一个黄金60秒的环节，想让他们说点心里话。是人到这岁数就面子就真的搁不下来了吗？来，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你们觉得他们是在一起呢，还是分开呢？请选择。这个现场有90%的观众朋友觉得，嗨，这俩人绝对没戏啊！一起来数5个数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。谁